女孩为了能够赚一顿免费晚餐，居然偷偷尾随在男人身后下车。她快速地走上前，反过来问男人为何要跟踪自己。男人见状连连摆手，显然是不想与女孩有过多的纠缠。然而女孩却不依不挠，非要男人花钱才肯了事。她实在是连饭都吃不起了，所以想在男人身上赚些不义之财。但女孩显然是低估了对方的为人，其实她只要简单的说出自己的窘境，男人也许就会愿意帮助她。可她偏偏以这种栽赃污蔑的行为来达到目的，这让男人感到十分不耻。他大声呵斥着女孩要懂得自爱，随后大步离开。女孩见状也生气了，难听的对着男人破口大骂。本以为两人的交集就止于此了，可是就在第二天的晚上，男人再次来到相同的公交站，没想到又在这里遇到了对方。女孩依旧是那身装扮，只不过已经没有了昨日的气焰。她小声的恳请男人能够借给她10块钱。在这附近游荡了一整天，她现在连一口饭都没有吃上。男人顿时生出了怜悯之心，不过依旧没有给女孩钱，而是把她带回了自己家里。他给女孩递来了份果汁和3明治，并允许女孩可以在这里休息一晚。可接下来，男人却突然将手伸向了女孩的大腿。女孩见状连忙叫住了他，想做这种事最好还是先谈拢价格再进行。但其实男人并非是想要图谋不轨，只是注意到女孩的大腿上残留着不少血渍，脸上也有着清晰可见的巴掌印，担心她是不是被人侵犯过。女孩没有回答，显然是默认了最近的遭遇。男人将她带进了卫生间，用药水细心地帮她清洗了伤口，还找来一条干净的浴巾，让她可以先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。在女孩洗澡的同时，男人抽空打了个地铺。等女孩出来，他把家里唯一的床让给了对方。看着这个一直默默帮助自己的男人，女孩的内心不禁泛起了一丝感动，因为他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温柔地对待过。第二天，男人一大早便已经起床，发现女孩仍在睡觉，他并没有叫醒对方，而是在楼顶草草解决完早餐，便轻手轻脚地拿起背包出门。他叫亨利，职业是一名代课老师，平时教导的都是些少管所里的边缘少年，但今天他即将去任职的却是一所学校，并且还是被列为全市最混乱的学校。这里的校长见亨利长得瘦瘦弱弱，便善意地提醒他，上课时随便讲点故事应付下就行，因为在这里即便老师讲得再生动，下面的学生也不见得就会认真听。相比于学习，他们更热衷于好勇斗狠，有的学生甚至都带着锤子来上课，就连家长也都不在乎他们的学习成绩，只要不影响到自己上班就行。但听完校长的介绍，亨利并没有太过在意。相比于少管所那些心理扭曲的孩子，他反而觉得这些学生更加容易教导。来到教室，亨利先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随即便告诉学生们，在他的课堂上只有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如果不能认真听讲，便请直接离开教室。可话音刚落，一个男孩便难听地对这种规矩进行讥讽。身后的胖女孩劝他别说了，他却反过来骂女孩像只肥猪。男孩的话顿时引起全班对女孩的嘲笑。亨利见状，当即将这个随意谩骂同学的男孩请了出去。接下来他给孩子们出了一道作文题目，内容要求是：假设你死了，你的父母和朋友会在你的葬礼上说些什么？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写出自己的观点和感悟。但这时，一个黑人小哥却径直朝着亨利走来，表示他不喜欢写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，还恶狠狠地将亨利的公文包砸向大门，想让亨利赶紧滚蛋。但这种挑衅，亨利丝毫不觉得生气，反而觉得小黑的行为有些幼稚。That bag, it doesn't have any feelings. It's empty. I don't have any feelings you can hurt either. Okay? I understand you're angry. I used to be very angry too, okay? I get it. You have no reason to be angry with me because I'm one of the few people that's here trying to give you an opportunity. 说着，亨利还不忘主动递给小黑一张纸，让他回到座位上好好写作。小黑从没遇到过这种不会冲着学生发脾气的老师，这让他莫名地从亨利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尊重。接下来他没有再与亨利作对，而随着班里的几大刺头妥协，学生们也开始静下心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。很快，1节课的时间便过去，亨利的桌面也放满了学生们上缴的文章。等众人相继离去，胖女孩询问亨利为什么将前一个男孩请出教室，却容忍了小黑的恶劣行为。亨利解释说，因为小黑只是辱骂了他，他可以容忍，但前一个男孩辱骂的是他的学生，这是他身为一个老师所不能容忍的，所以他才会决定给那个男孩一点教训。听完亨利的说法，胖女孩顿时对这个新来的代课老师好感倍增。虽然第一天上课有着些许不太愉快的小插曲，但对于亨利来说总体还算是比较顺利的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女孩趁着他去上班的期间，竟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家里做着不堪的交易。
刚进门就见到这一幕的亨利差点血压飙升，但尽管内心非常生气，他还是强忍着让男人付完钱才可以离开。看着暴怒的亨利，女孩不敢抬头，生怕会被亨利责怪，但亨利却只是让她赶紧把床单给换掉，显然是对她已经失望透顶了。女孩求着亨利不要赶自己离开，亨利一字一句地告诉她：“你想要做什么是你的自由，但请别在我的家里做这些。”女孩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，即便自己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，对方不仅没有赶她走，还买来预防的药给她吃下。她一辈子也没有被这样包容过，很想知道亨利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。然而亨利却只是让她赶紧睡觉，仿佛很不愿意让任何人去了解她的内心。时间转眼来到第二天，亨利照常一大早来到学校，在课堂上他朗读出学生们昨天所写的作文，尽管其中大多都写得满是污言秽语，亨利也毫不避讳，将所有内容都当众念了出来。这顿时让学生们感觉像是在听荤段子，纷纷忍不住开始哄堂大笑。但这同样也是亨利让他们写作的目的，他不仅能快速地与这群学生们打成一片，还能通过这些文章来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的内心。其实在亨利的眼里，他们也只不过是一群不爱学习的孩子，只要能够正确地引导他们，他们也未必就会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差多少。而亨利上课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他从不按部就班地只讲书上的知识，更多的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来引导，让孩子们不仅能更加容易地了解到各种重点，还能从中感受到文学的魅力。也从这节课开始，孩子们都渐渐喜欢上亨利老师的课，甚至胖女孩还把亨利的形象画在本子上，把他当成了心中的救世英雄。这天放学，亨利没能直接回家，因为学校要求老师们得留下来参加校董的讲座。可明明主题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，但是在讲座的全程中，校董却一直在谈论房地产的商业价值，要求老师们必须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，这样才能同时提高学校周围的房价，从而为学校创造更多的收入。但他这种把教育和商业挂钩的行为，却令老师们觉得是在玷污他们的职业，纷纷气愤地起身离开。而另一边，女孩一直等不到亨利回来，便干脆自己动手做起了晚餐。等亨利回到家，发现女孩精心准备的一桌子美食，他的内心大为触动，因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为他做过饭了。在这之后，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。第二天是周末，不用上班，两人吃完早餐后，亨利带着女孩来到医院做了艾滋检测，之后还带着她一起去逛街。他们在商场里互相替对方挑选礼物。亨利送给了女孩一个笔记本，希望女孩能试着写写日记，因为无人倾诉时，日记能与自己对话。而女孩则是送给了亨利一枚戒指，希望能够与他永远的生活在一起。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女孩靠在亨利的肩膀上睡着了。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她早已把亨利当成了最值得信赖的人。但亨利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任教，是因为他的外公住在附近的医院，老人身体状况已经到了极差的地步。等他走后，亨利也会离开这座令他伤心的城市。他不是看不出女孩对自己的心意，只是怕自己给不了女孩想要的。然而第二天回到学校，之前对亨利心生爱慕的胖女孩却突然回到教室，将自己偷偷画的素描像送给了他。亨利很喜欢对方画中的自己，由衷夸赞了他的才华，并希望他能继续坚持。女孩解释说，自己很小就喜欢画画，并且也展现了很强的画画天赋，只是这些较为深意饱含孤独的作品，在父母看来却是一文不值，甚至还总是阴阳怪气地指责他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减肥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男朋友。女孩因为肥胖，在学校里常常遭到同学嘲笑，自卑的她就连平时吃东西都得躲进厕所里，生怕别人看见了笑话她吃的比猪还多。原本她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是亨利老师的出现，让那些同学不敢再轻易嘲笑她。在她的眼里，亨利老师就如同一束光一样，照亮了她原本黑暗的世界。只是亨利没想到，对方的喜欢与自己想的不太一样。他下意识地想推开女孩，但女孩却依旧哭着想往他身上贴。不巧的是，一位女老师恰好路过，看到了这一幕。女孩见状，连忙羞愧地跑出了教室。可这却让女老师更加误会亨利是在骚扰女同学，开始大声地责骂他就是个禽兽。听到这些，亨利的情绪瞬间失控，童年不堪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。原来自打从亨利记事开始，他就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母亲也从未提起过半点关于父亲的消息。只是有一次，他意外从门缝中看见了外公正在侵犯母亲，最终导致母亲精神失常服毒自杀了。长大后的亨利也渐渐明白，自己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，所以他才会一直习惯性地推开所有人，不想跟外公一样，以爱的名义去伤害身边的人。知道有些事情只会越描越黑，亨利并没有留下来与女老师解释太多，他转身来到了外公所在的医院。只是令他意外，女孩居然也在这里。原来不久前，医院给亨利家打过电话，说他外公的情况突然变得很糟糕。女孩没有亨利在学校的联系方式，所以只能自己先赶过来。老人在弥留之际一直在后悔的哀求，希望能得到女儿的原谅。
迷糊中，他甚至是把亨利看成了自己的女儿。Patricia, darling, you've forgiven me, haven't you? 虽然亨利面对外公时的心情很复杂，但他还是模仿母亲的口吻说道 What do you need to be forgiven for, Daddy? You know how you get sometimes. You get a little mixed up. And you feel responsible for things you didn't do. Daddy, you can feel free to leave whenever you're ready. 得到了女儿的原谅，老人这才没有遗憾地离开了人世。此时的亨利内心感到无比沉重，他觉得自己这一生都过得特别失败，认为不应该再与其他人产生任何瓜葛。因此第二天清晨，他精心为女孩准备了最后一顿早餐。待女孩用餐完毕，青少年救助机构的人也来到了门口，是亨利联系的他们。他还是决定要送女孩去该去的地方，而自己也很快就会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。面对女孩的哭喊与哀求，亨利狠心地侧过头不做任何回应。紧接着他来到学校，向同学们告别，这将会是他代课的最后一天。坐在角落的胖女还没有来教室，等亨利再见到她时，是在教学楼门口的空地。女孩做了很多小蛋糕，白色的奶油上面是一个黑色的笑脸，其中还有一个不一样，是一个黑底白色的哭脸蛋糕。亨利说他就想要那一个，可女孩没有答应，那个是他打算留给自己的。亨利想最后说点话开导女孩，但刚开口就被对方直接打断了，他也只好说了一句再见便转身离开。然而亨利刚走，女孩就立马将那块黑色蛋糕给吃下。等亨利反应过来，女孩已经满嘴是血的倒在了地上。亨利冲上前尝试着想要救她，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女孩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迹象。不久后，相关人员到学校带走了女孩。亨利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许久。胖女孩的离去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负责任，比起用言语攻击他的父母和同学们，自己的冷漠又何尝不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呢？于是为了避免悲剧再度上演，亨利来到救助机构找到了女孩。女孩眼含泪花地朝着他飞奔而来，一个熊抱扑到了他的肩上。这一次亨利没有推开，与女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。后来亨利又回到这所最差的学校，他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更多地拯救那些自暴自弃的孩子们，直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所学校需要他。